今天你来到了史前时期，这个世界还处在冰河时代，大陆和海洋也不是今天的样子。在一个被浓雾笼罩的偏远岛屿上，一群矮小的生物蜷缩在一个巨大洞穴的阴影里。它们的身高还没有现代的儿童高，可是它们已经成年了，并且它们还是猎人，是幸存者，是一个被遗忘领域的主宰。这些人就是被称为霍比特人的弗洛勒斯人，一个挑战了我们对人类进化所有认知的存在。实际上，我们的祖先并非孤身一人，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，人类谱系的隐秘分支曾繁荣发展。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正在以一种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映照着我们。欢迎来到一次史前时代的旅程，而今天是弗洛勒斯人的故事。260万年前，巨大的冰盖锁住了海洋，导致海平面下降，暴露出了陆桥，使早期人类得以远离他们的非洲摇篮四处游荡。但弗洛勒斯岛这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却是一座孤独的堡垒，它坐落于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，在冰川极盛期从未通过那些便利的路桥与大陆相连，周围的海域险恶，有着强劲的洋流、突如其来的风暴以及广阔的水域，足以阻止除了最偶然的移民之外的所有外来者。想象一下，由海啸从遥远海岸撕扯下来的植被筏，携带着无意的乘客、种子、昆虫、小型哺乳动物，也许在某个命运攸关的日子，还有一群早期人科动物，紧紧抓住生命之筏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天堂或监狱里，生命呈现出怪异的形态。你知道岛屿法则吗？这个是进化生物学中观察到的一个原则，它在此发挥了全部威力。大型动物与大陆基因库隔绝，面对有限的资源，体型逐渐缩小。曾经高大的象类缩小成体型不比大狗大的侏儒象。与此同时，小型生物则膨胀成巨兽，老鼠长到兔子般大小，巨冠如哨兵般矗立，仿佛荒野中树立的古老图腾。蜥蜴则进化成至今仍在岛上徘徊的可怕科莫多巨蜥。这并非随机的混乱，这是自然在进行效率实验。由于捕食者或竞争者较少，体型会调整以适应可用的食物和空间。如果更小的体型足以生存，为何还要维持庞大的身躯？在这个怪诞的生态系统中，弗洛勒斯人的祖先登场，但他们是谁？化石记录很稀少，如同在巨大洞穴中散落的骨头，但将它们拼凑起来，揭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。最合理的理论指向了直立人，这位大约在200万年前离开非洲，并扩散到欧亚大陆的勇敢漫游者。直立人是一个成功的物种，高大健壮，脑容量可达1002立方厘米。他们掌握了火的使用、制造工具，并适应了从非洲平原到亚洲森林的多样化环境。一些种群向东推进，到达了爪哇岛及更远的地方。也许在大约100万年前，一小群人被洋流冲走，或乘坐原始木筏有意航行，最终漂流到弗洛勒斯岛岸边。一旦抵达，与世隔绝便开始发挥其魔力，或者说是诅咒。经过一代又一代，岛屿生活的压力将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物种。他们的身体缩小了，成年个体身高仅略高于1米，身体比例与早期人科动物相似。更长的手臂便于攀爬，较短的腿适合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穿行，而脚却不成比例地变大，或许是为了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保持稳定。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，他们的脑容量仅有约417立方厘米，与黑猩猩或古老的南方古猿相当。这与他们假定的祖先相比是巨大的缩减。而与此同时，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高达1005立方厘米，早期智人也达到约1004立方厘米。可是这种体型缩小并非是倒退，而是一种卓越的适应能力。大脑是耗能大户，尽管只占我们体重的2%，但我们的大脑消耗了约20%的热量摄入。在弗洛勒斯岛上，食物来源零散，且无需复杂的社交结构来应对大型捕食者或进行大规模迁徙。较小的大脑意味着更低的能量需求，使它们能以更少的资源生存下来。它们靠搜寻水果、猎捕小型猎物为生，或许也在溪流中捕鱼为生。进化并非是以智力为第一目标，而是以适应生态位为第一目标。这就像现代科技为了效率而缩小设备体积，如果能完成任务，
小并不意味着劣等。事实上，与他们骨骼一同发现的石器证据表明，他们绝非愚笨之徒。这些是锋利的石片和砍砸器，用于宰杀诸如剑齿象。其骨骼上的切割痕迹证明了他们并不是原始的傻瓜，而是在这个微型世界中经过优化的幸存者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他们日常的史前生活。黎明降临在弗洛勒斯岛的火山地貌之上，空气中弥漫着蕨类植物和远处火山喷发的硫磺气味。一群弗洛勒斯人从梁布阿洞穴中走出，这个凉爽的洞穴是他们栖身千年的石灰岩庇护所。这里没有高大的领袖，他们以小群体活动，可能由10到20名个体组成，在充满奇观的森林中觅食。体重不足300公斤的侏儒剑齿象在附近啃食，他们通过协调努力，使用10根木矛设下埋伏，成功猎杀到了一头。他们宽大的脚掌在森林地面上无声地移动。捕食者中还潜伏着科莫多巨蜥，这种顶级猎手体长超过3个霍比特人首尾相连，从灌木丛中发动伏击，高达2米，类似马力不惯的巨鸟争夺腐肉，翅膀头下的阴影如同史前翼龙。还有啮齿动物，并非是我们现代常见的种类，这些是体型健硕如兔子的巨兽。霍比特人用陷阱或棍棒猎杀它们。他们的饮食多样，这些动物的肉搭配块茎和昆虫，或许还有来自附近海岸的贝类。我很可能已被控制使用，因为烧焦的骨头表明，它为洞穴深处提供了温暖，用于烹饪，并能驱赶夜间的威胁。这种生活需要韧性。岛上的火山会间歇性喷发，一夜之间将土地覆盖在火山灰下，改变生态系统。在这个地震活跃带，海啸频发，可能会摧毁沿海资源。然而，它们持续生存了数万年，它们的骨骼与工具和火塘一同层层堆积在洞穴地面。我在这里的观点是，这反映了史前人类普遍的适应方式，不是依靠蛮力，而是依靠灵活性。与冰河时代欧洲猎杀猛犸象的氏族不同，霍比特人的世界是一场规模缩小的戏剧，生存取决于前行和效率，而非创新。这挑战了我们以智人为中心的观点。他们是低等的人类，还是只是以不同方式进化呢？我认为是后者。他们在如此受限的环境中取得的成功，证明了物种的多样性，这才是进化的真正力量。关于他们的分类，科学界争论不休。2003年发现的第一个头骨被称为IB1，是一名成年女性，拥有儿童大小的颅骨。怀疑者立即提出质疑：这难道不是一个患病的现代人吗？侏儒症甚至碘缺乏症都被提出作为解释，但详细的分析驳斥了这些观点。他们的肢体比例和腕骨与南方古猿相似，以及多个个体表现出的一致特征，都指向这是一个独特的物种。像粗壮的下颌和倾斜的前额等原始特征，让人能够回溯到早期人科人属物种。在弗洛勒斯岛这个气泡中，较小的大脑足以满足制造工具和维持社会联系的需求，从而将能量释放出来用于繁殖和耐力。其他起源理论也令我着迷。有人推测他们源自能人，一种200万年前的巧手人，可能以未被记录的浪潮从非洲扩散出去，这可以解释那些古老的特征。但缺乏化石证据，在非洲以外没有发现能人骨骼，或许存在一个未知的分支，一个等待被发掘的幽灵谱系。弗洛勒斯岛上的挖掘工作有限，意味着我们才刚刚触及表面，未来的发掘可能会改写这个故事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倾向于直立人假说，它更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，也与在临近爪哇岛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所证明的迁徙模式相吻合。但这种不确定性增添了一种魅力。在史前研究中，空白之处激发了想象力，提醒我们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叙事，就像他所描述的物种一样。当我们接近他们时代的尾声时，让我们加入一些生动的例子，使这个古老的故事更接地气。想想现代的平行案例，今天像安达曼群岛的森蒂内尔人这样的与世隔绝的岛屿社区，顽强地守护着他们的孤立。这呼应了弗洛勒斯岛的屏障如何塑造了霍比特人，或者考虑非洲刚果盆地比格米人的真实故事。他们的矮小身材是环境压力的结果。他们在茂密的森林中繁衍生息，采用适应性的狩猎技术，与我们史前主角非常相似。历史上，欧洲人抵达塔斯马尼亚，
导致了土著群体的流离失所，这预示了智人与霍比特人之间可能的互动。还有一个具体的意识：2010年，弗洛勒斯岛上的研究人员采访当地人关于奥古的传说。奥古是一种毛茸茸且身材矮小的传说中的森林居民，会偷食物并在低语中出现。一位老人回忆起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所见：一个在月光下偷袭庄稼的小型直立身影，随后消失在高地。虽然未经证实，但这让民间传说变得人性化，将神话与以灭绝亲缘可能的回声交织在一起。这些故事让霍比特人感觉更近了。他们不是遥远的化石，而是其挣扎与我们自身生存故事产生共鸣的亲属。灭绝是最终的篇章。大约在5万年前，当智人冒险进入东南亚，或许乘着由好奇心或气候变化驱动的船只时，霍比特人从记录中消失了。是巧合吗？也许是资源竞争将他们挤出了生态位，或是像引入的疾病这样的间接影响，比如像7.4万年前巨大的多巴火山喷发这样的火山灾难，可能早已重创了他们的种群。我的分析是，这凸显了人类命运的相互关联系。我们智人并非天生的征服者，我们是不断变化世界中的机会主义者。霍比特人的终结让我想起了当今的濒危物种，比如我们中国的大熊猫，或在不断缩小的海域中挣扎的鼠海豚。曾经的隔离保护了它们，如今却可能成为它们生存的危机。在结束这次史前之旅时，让我们记住，生存的繁荣依赖于多样性和平衡。拥抱你的生态位，节约你的能量，明智的视野。谁知道我们世界的哪个孤立角落，或我们思想的哪个隐秘之处，会孕育出下一个进化惊喜呢？感谢你看到了这里，如果它激发了您的好奇心，请跟着我继续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。